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北海道知识单体。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种几乎已经是遍布全球，又是日本风格的代表饮食——回转寿司开店寿司。还没开店就41了。回转寿司是将寿司这种和食放在圆形或者是长方形的输送带，而这条输送带呢，会通过这间餐厅的所有位置不断运转，让寿司从厨房或是吧台出餐之后，可以自动化的到达这间餐厅的每一个座位。这种饮食方式发源于昭和33年的大阪。当时的寿司店因为食材的供应与人工成本的考量，售价偏高，且等待的时间通常都蛮长的。而一位寿司师傅白石一名，为了提高服务客人的效率，以及以自动化的方式降低成本，便发想了一种寿司回转台的概念，于大阪开设了历史上第一间回转寿司店——回る元禄寿司。自动化提供寿司的方式，反转了以往寿司店都是高级料亭，只有富有人家才会进去的印象。平价无需预约，谁都可以随意走进来的概念，让一般的普世百姓也都能够品尝寿司的美味。迅速的回转寿司店受到了日本民众的青睐，在日本大资本的资助下，快速的扩张。同时，这种自动化的方式，也是将寿司饮食推向全世界的重要推手。现今的回转寿司店大多可以分作全店均一价，或者是用不同的颜色的盘子来区分价位的两种类型。那目前呢，以盘子区分价位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。使用完之后呢，盘子会一一的叠在桌面上，吃饱之后再由店员用机器来精算，柜台买单。为了迎合多元化的市场，现在的回转寿司店也是风格多元，除了寿司之外，炸物、烤物、汤品、饭类等日式一品料理一应俱全。有的回转寿司店更提供了为数不少的甜点，像著名的寿司郎，甜点就非常的优秀，种类多样，期间限定，都要盖过寿司的风采了。简单、亲民、多元、平价。这让回转寿司在日本可以说是与拉面店一样的素食选择。当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回转寿司吧；当只有一个人的时候，回转寿司吧；当想吃点平价甜点的时候，还是可以回转寿司吧。真心佩服当初能够这样发想的人呢。不过，虽说谁都可以轻松食用，是回转寿司的发明宗旨，但其中还是有蕴含着传统和食的精神。一些基本的礼仪，如果没有好好的遵守，还是会成为日本人眼中的 NG 哦。最重要的，与一般寿司相同，如果只把上面的食材吃掉，而留下寿司饭，那是绝对 NG 的。请大家在点餐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衡量自己的食量。基于卫生的考量，从回转输送带中拿起，就不要再放回去了，喂给自己的嘴巴吧。而且长头发的你，在取餐的时候，也要小心，不要让头发去碰到寿司的盘子，或者是回转输送带。基于美观与安全，使用后的盘子虽然说要叠起来，但也不是叠叠乐。一般来说，10米至12米就好。最后，相信大家都知道前阵子沸沸扬扬的寿司郎事件，一些基本的迷惑行为，当然是绝对 NG 的。希望大家呢，不管是在自己的国家，或者是来到日本，在品尝美食的同时，也都能尊重隐含的礼仪与精神哦。身处享有海鲜盛名的北海道，回转寿司绝对是当然的美食之一。单题也来分享一下如何挑选店家才
不容易踩到雷。首先是北海道的3大连锁名店哈纳马鲁、头里洞、那口亚麻得，稳稳的品质保证。不过基于店面的位置，其实还是会有一点水准上的差异。属于闹区、人潮流动大的店面，寿司提供的品质通常会优于人潮流动较少的店面。至于是不是本店，倒是影响不大。但如果本店靠近渔港，那常常会有一些产地直送的新鲜渔货，也比较会有特殊的寿司种类，倒是可以特别去尝尝。接着是全日本，甚至是海外连锁的苏西肉、库拉苏西、蛤蟆苏西等等，这些在北海道的分店品质都是均一的普通，甚至有点稍弱。在有以上3大的情况之下，身处北海道通常都不会将它们列入考虑。不过这些大型连锁店整体的价位，以单体的食量来说，通常会比3大要便宜1000日元左右。写下苏西肉的甜品，意外的非常优秀。如果有预算考量，或者你的主力不是在品尝寿司的时候，倒也是一个备案的选择。最后就是一些比较单一的店面，这种类型的，除了建议可以参考 Taberoku 这个网站之外， 3.25 以上通常都有一定的水准。另外也可以观察店面与海港的距离，来衡量渔获的新鲜度与食材特殊性。比如单体今天来的位于伊达的开店苏喜瓦萨比，就是只有在伊达以及士兰有店面，这2处都处于喷火湾沿岸，距离海港近，且伊达店在塔贝罗谷的网站中有 3.45 分的分数，11点就开店，满满的排队人潮。果然在单体实际品尝之后，各式鱼种都非常优秀，尤其是这里盛产的反利贝更是大颗到不行，基本上是力压北海道3大的等级哦。开店苏喜一定是各位来到日本或是北海道必吃的料理之一。今天单体也是简单的跟各位分享了一点小知识，以及挑选上的小技巧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我是北海道知识单体，我们就下次日本美食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会员宣传时间，点选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，就能知道单体会员都在币下面棒。无论你是喜欢我拍摄的图片，或者是单纯想成为干爹，请喝咖啡，都欢迎点下眼前的按钮。放心，绝对不会爆炸，只会获得单体满满的感谢。